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离开了横沥岛街啊，又回到了凤凰桥啊，这个引桥的旁边。现在呢，我要去找横沥车站啊，地铁站，在那里呢，再上我的车，再到南沙其他地方去转转。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其实就是18号地铁站横沥站的附近啊。但大家可以看到啊，前右侧这些围蔽的都是巨大的工程啊，刚刚开始。我在前面呢，准备掉头去到地铁站找我的车去。好久没有来南沙骑行了，还是有些新鲜感，也看到了一点点的变化，但是基本上来讲呢，应该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吧，就说明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啊，肯定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的。左侧呢，这是我刚刚从银潭岛街下来的出口。我的右侧呢，就是横沥站了。我已经看到我的车了，那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嗨，大家好。刚刚呢，我们开车本来是去到南沙游艇会打算到那个石澳客栈以前我们去过的一个餐馆吃个饭，谁知到了那边呢，不巧他午市已经收档了，所以呢，我们不得已又开车出来转转。现在来到了一个叫星河 Coco Park， 应该是一个商业中心吧。我记得当时开业的时候还有报道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第一次来，我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边上呢星河发展的那些楼正在拔地而起，正对着呢就是这个星河 Coco 商业中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步道应该可以走上去看一看。记得这边呢是继广州珠江新城那个海心桥之后又建了一个跨河的步道，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走过去看一看。感觉这边也是错落有致的一个大的商业中心。现在呢，我来到了步道上就这个步道呢，把附近的一些建筑物连成了一块。就我对这种形式的步道还是蛮感兴趣，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一种设计吧。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商业中心边上的一些设施，当然主要的肯定也是为了这些住宅楼的销售服务的，也建了很多的一些吸引人的设施。对面呢应该是政府发展的一个叫创想湾，就是据说为了吸引一些人才这边建了一片地方供年轻人创业引进人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前面那个呢就是进港大道，就这条马路呢也发展得不错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到底通到哪里。这边还有个港澳青年服务中心。相信这种步道也是学习香港的一种模式，尤其是在那种天气很热的南方，我真的觉得应该有这种带有电梯的步道，最好还应该有遮阴，或者呢连通到一些商业中心里面，就使得你可以随意的穿行，然后呢也会有更好的遮阴，或者说在室内有空调的地方可以步行。来到这边呢，就有一条木栈道，应该是这种仿木头还是木质的这个板铺成的路面的一座桥。这座桥呢叫巨星桥这以前来过好多次的时候都没有找到这座桥。这座桥呢应该是跨在交门水道上的一座桥吧，但它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步行桥，就有点像一个海星
这样的这种设计啊，跨在河上啊，就可以连通河的两岸，我觉得这还不错。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刚刚就从那边星河东月湾边上的那个 Coco Park 走过来的。这边呢是政府的建的创想湾，这边呢想必就应该是礁门水道了，礁门河这么一路过来。原来还有这么一个所在啊，还是蛮新颖的一个地方。稍稍呢有一些遮盖啊，虽然不能完全覆盖阳光，但是呢下雨的时候还是有地方可以躲躲雨，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现在走到这个礁门河上面啊，你可以看到，看看这个河面是不是也挺不错的。有这些河道边上的都已经进行了一些绿化和美化，也有很多步行道、跑步道啊。后面的很多新建的高楼，当然也残存着一些稍稍矮一点的旧一点的楼房。就整体感觉呢，这个地方还是有无限风光。确实来讲啊，你从前方的那些高楼可以看到，这完全是一座新城，就没有看到特别旧的房子，因为事实上以前这边也没有什么旧房子，都是农田。你看啊，这边这个创想湾门前的这些休闲的设施也不错。还是歪打正着的到这边来吃饭，就正好到这个商业中心边上来转转，居然呢就来到了这个巨星桥上。我觉得这也算是不错的一个际遇啊，一个新的发现。好了，我呢必须要顺着刚刚来的路走回去了，因为我的太太啊在那边去霸位置，在一个餐馆里头等我啊。我现在呢走回去，赶紧去吃一个晚午饭了，因为现在时间应该2点来钟了吧。退休生活呢就是这样啊，有时候不经意的呢，你到处走走，你看看啊，这个下面还有个小广场，可能也会晚上搞一些这种节目，制造一些氛围。就在这样随意的行走过程当中，或开车，或骑行，或走路，就能够遇到一些没有见过的风景，或者听说过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有一种偶遇，一种邂逅。虽然这边呢好多这种大楼啊，这个都是这种政府办的招商引资的地方，但是不知道具体他们效果如何啊。但我相信呢，政府是最不怕花钱的，只要有点成果呢，他肯定会让自己啊有很多的成果可以展示。但是花了多少钱啊，其中这个性价比如何呢，就没有办法去
监管到，或者说呢，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只报喜不报忧。前面还有一群年轻人在这边拍视频，应该也是做某种宣传吧。但是你看看这些马路呢，还是建得相当不错了啊。可以再往前走，可以走。我刚刚兜了个圈啊，开车找这个商场的停车场的时候呢，就感觉这个商业中心边上呢，其实还有很多施工的项目，主要呢可能是边上的一些商品房吧，还在建设过程当中。然后我在底下停了车，坐手扶电梯上来的时候呢，也没有感到有很多的人流啊。导致你看，我现在面对的就是这个商场的入口的地方呢，真的就是感觉很一般，开了一些随随便便的店啊，就整体感觉这边的人的购物的能力啊，或这种氛围，我想象的应该还是没有到这种程度的。然后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是一个1楼的平台，整体的设计感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我却发现啊，这些手扶电梯好像都是关着的。我要到3楼去吃饭呢，我还得要重新回到商场里面去找电梯上去吧，看看是不是都关着。哦，其实并没有关啊，我搞错了，它只是节电的模式，就是人一旦踩上这个手扶电梯呢，它就会动。现在我向着上面啊坐电梯上去，这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商店，餐馆居多。你看啊，大龙燚啊，什么火锅店，还有很多，相信都是一些餐馆吧。看来呢，我还得再上1层楼到3楼，应该是有更多的餐馆的地方去找找我们要吃的店。湖南菜啊，川菜啊，都是一些辣的。好，现在来到了3楼的室内，这应该是个中厅。这边呢有很多的餐馆，然后从这边呢可以望到整个的商业中心的楼下。就这个中厅呢，也跟其他的商场应该也都类似的。然后他妈的，昨天我才回来。也可能现在已经是2点多钟了，吃饭的饭点呢已经过了，再加上今天并非周末礼拜天，所以这边呢整个生意来讲是比较清淡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店都是开着的状态，并没有关门，所以这个商场呢，不管怎么说，还是都开着。看看有哪一些值得我们进去吃饭的店。基本上，南沙这个地方呢，也是全国各地来的企业
尤其是央企、国企还有研究单位为多，所以自然呢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呢到这边来工作、居住。所以这边的口味呢，我相信啊，就不一定会是广东的口味。这边呢还有一个电影院啊，叫横店电影城。横店也有电影城了，边上呢就是一个 KTV。总之呢，这些娱乐的地方还是有某种需求。在边上呢是一个电玩的地方吧，玩游戏的地方，小孩们的最爱嘛。这边呢就有一些地道的广东菜，像顺德菜啊、凤小馆，我们村里也有一家。我看这个上面应该还有一个平台吧。正好来到这边呢，我也就稍稍的走多几步啊，在这个商场里面呢转转。一般而言呢，商场里面啊，最人气的地方就是餐饮一条街，就是我现在走的3楼的10街，全部都是餐馆。商店呢并不少，而且家家餐馆呢全部都是开着的状态。但是呢，从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呢，就那些餐馆里面啊，都是三三两两的客人，就基本上来讲没有太多的生意做。那可能这个时间段啊，应该跟这有关系。但这个商场呢，应该面积不小，我才走了1小半的地方了，就还有很多的餐馆商店。但是应该说呢，这些商店的招牌，就这些餐馆的招牌呢，大概在别的地方都有能见到啊。就基本上现在都是连锁的餐馆会比较多，不仅仅是国内各个地方菜，也有很多呢是外来的，比方说像披萨，像这种居酒屋，称作什么什么料理的，可能跟日本有关系的一些餐馆等等。看到左前方有泰二、老坛，什么酸菜馆。那我们在加拿大，在温哥华呢也有看到。所以现在呢，这些餐饮啊，已经有很多集团化经营的了，就有很多连锁店，不但在中国各个城市，甚至呢开到了世界各地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发展吧。就前一阵子在多伦多的时候呢，还和家人一块去吃了海底捞，然后上次去英国那几天里面呢，也有一天朋友专门请着去伦敦的海底捞，就很有意思。就是确确实实来讲啊，在中国的很多出名的餐馆现在也走向世界。现在呢，我从这个楼梯走到房顶上，就那个平台上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现在呢，我来到了这个 Coco Park 的楼顶上，但其实这个平台上面呢，应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啊，只是一个修整比较整齐的一个平台。
边上呢其实都是一些房子，那这些房子呢就通过这个平台和下面的很多连廊呢就连成了一块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平台吧。那我们也可以四周来转一转看一看，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房子通过这个共同的平台呢连成了一块。好了，现在呢我就去到已经定好位置的餐馆去吃饭去了，就随便这么随拍一下，算是今天的行走慢聊分享给大家，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在广东省广州市边上呢有一个南沙，它应该是一个自贸区。在这个地方呢不仅有很多的城区新的面貌，也有很多跟大家生活有关的，像这种商业中心。商业中心里面的这个食街啊，各种各样的口味都可以尝到。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展示，同时呢也是在这边啊找个餐馆满足我们的身体的需要吧。现在我们就去吃饭去了，谢谢大家跟随观赏，再见，拜拜。